鱼雷在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是处于鄙视链底端的，海军军官称它为既卑劣又懦弱的作战方式，因为它太不爷们儿，跟暗杀没什么区别。所以在一战早期，身世哀病的不轻的欧洲人在用潜艇追杀猎物时，还会先浮上水面，对猎物予以警告过之后，再潜下去将其击沉。他们那时候是真的没有搞懂战争后来能够残酷到什么程度上去。德国人首先不玩这套，开始了毫无绅士精神可言的无限制潜艇战。于是从1914年斩获首杀到1918年最后一发，光是 U 型潜艇就凭一己之力击沉了超过5000艘的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舰船，总吨位在1200万吨以上。潜艇战和反潜战就此开始越来越多地撑起了战争中的主角光环。当然，鱼雷也成功逆袭，从草根变成了王牌，但并不是每一张王牌看起来都非常的优雅。比如意大利人手上的那张，怎么看呢？怎么都像是小丑。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二战中意大利人用的人操鱼雷。本质上，鱼雷都是人操的，只不过通常你只会坐在潜艇的战斗室里面，用电线遥控着去操纵鱼雷，而意大利的人操鱼雷就很不一样了，它真的是人去操作的，或骑着，或是坐进鱼雷里面，然后把鱼雷驾驶到目标附近引爆，相当不可思议吧？说回到二战初期。尽管意大利拥有不错的海军力量，但是跟英国海军比起来还是有明显的悬殊，所以地中海的控制权一直都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面。意大利人哪能甘心呢？想当初我罗马盛世时哪有你英国什么事儿？但无奈正面杠，意大利也知道杠不过人家，于是转念一想，咱手上不是还有奇招吗？这个奇招就是他曾经在一战末期使用过的，并且还的确获得了一定战果的人操鱼雷了。它叫做水质式人操鱼雷，有2名蛙人骑着它，悄悄地潜到敌舰附近，然后将鱼雷前方的战斗部分离，把分离出来的战斗部呢挂在船底的正下方。这是通过把一根绳索穿在敌舰龙骨的两侧完成的。接着拨动战斗部上面的机械岩石引擎，再骑上无头鱼雷，悄悄地溜走，就大功告成了。听起来很复杂吧？实际做起来呢就更复杂了。但即便是这样，意大利人还真的是用它在1918年的一战结束前夕，袭击了位于普拉湾的奥匈帝国舰队，并成功击沉了其旗舰维利波斯号，算是立下了奇功。这等好东西凭什么不再次拿出来使用呢？它说不定就是对付英国海军的超级武器啊！于是，1935年，意大利人就制作了一个基于海军用的533毫米鱼雷的人操鱼雷原型机，同时也开始了秘密的训练计划，好让蛙人能够熟练地操作这台超级武器。但工程师实在是有点不给力啊！这枚人操鱼雷上面的操纵系统全都是裸露的线控，这意味着他们即便是在陆地上也不怎么容易操作，更别提到了水下了。更要命的是，再把前面的战斗部卸下来之后呢，由于连头都没有了，就更难控制这枚鱼雷的方向了。所以很多次在释放完战斗部之后，蛙人们都不得不抛弃掉它，索性自己游回原来的船上。这也就让它有了一个比正式名称慢速鱼雷更加响当当的绰号——侏罗。这枚侏罗长7.3米，宽0.5米，高1米，总重1.5吨，其中战斗部重约220到250公斤，依靠蓄电池驱动一台1.6匹的电动机，搭载2名蛙人之后呢，可以以最高3节，也就是大约5.5公里的时速前进，最大潜深30米，最大巡航距离15海里。稍后，不满现状的意大利工程师继续打造出了它的升级款。这次呢，2名蛙人终于可以坐进舱里面，而不是骑在外面了。但这个座舱就是个敞篷的，所以还是需要蛙人把所有水下呼吸装备都穿戴整齐才行啊。除此以外，升级款最大的改变就是更粗更重了，因此装药量也增加了，变为400公斤左右，航速加快了，变为最高4节。这个东西我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应该是装在儿童乐园里面的旋转木马上才更合适啊，怎么就能被意大利人做成武器呢？但是别看它样子搞笑，它最后还真的对地中海里面的英国海军造成了重创呢。1941年的12月18日深夜，意大利海军的6名蛙人驾驶着3枚人操鱼雷，通过一路尾随英国军舰回港，成功的避开了英军设置在基地周围的水雷和反潜网，进入到亚历山大港。然后呢，他们将鱼雷前面的战斗部挂在了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和勇士号战列舰的底部，并成功的溜走了。次日凌晨，随着3声巨响，2艘3.3万吨的巨舰从此沉入了海底。这一役的胜利的确暂时扭转了地中海上意大利海军的颓势，但同时也让意大利人想要极力守住的这种机密武器呢曝光在英国人面前。更惨的是后来还有几枚人操鱼雷被英国人给俘获了。于是根据你有我也必须有的战略逻辑，英国人也研制出了自己的人操鱼雷战车。
并进一步发展出了一款被称为是 X 舰的袖珍潜艇出来，在对德海战当中呢取得了更大的战果。这个功劳该不该把它算在意大利头上呢？看来啊，历史用事实再次告诉我们，选择队友很重要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